过年回老家相亲，对方把约会地点选在郊区水库，他说那儿环境优美，可以边钓翘嘴边唠嗑。我本以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另一半，谁知到了地儿才发现，相亲对象柳如烟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把他妈也带来了，说是给把关。我礼貌地打过招呼后，便将鱼竿甩了出去。这时，柳如烟妈妈凑了过来。哎呦，小徐，你这杆子瞅着挺细巧，花了得有1000块吧？阿姨，您猜少了，这杆子20万。什么20万？你这么年轻，钓个鱼用20万的杆子？我闺女1个月累死累活才挣3000，你这么能花钱，以后结了婚日子咋过？太不会过了！他这一顿数落，直接给我说愣了。我用20万的杆子怎么了？我自个儿挣的钱，我还买过更贵的呢。再说了，您闺女工资多少，跟我花钱有什么关系？咱俩这才头一回见吧。说完我就想接着钓鱼，跟这种人较劲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可没想到柳如烟他妈气得脸通红，猛地冲上来，一把就抢走了我的杆架。不像话！我闺女要找的是踏实过日子的好男人，不是你这种只会烧钱的败家子。他抓起我那根20万的鱼竿，卯足劲就往地上的石头磕过去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那根细细的碳素杆身当时就断成2截。我替你爹妈教教你，哼！什么叫过日子？他扬着下巴喊，还挺得意。我看着地上断成2截的杆子，火气再也压不住，直接摸出手机打了110。喂，警察同志吗？我报警，有人故意损坏别人东西，值20万。请马上过来！我一报警，柳家母女俩都傻了。柳如烟他妈张秀琴最先回过神，脸上那点得意马上变成了瞧不起和生气。报警？你这小伙子咋回事？不就一根破杆子吗？你还报警，是想讹人还是想涨价？他唾沫星子乱飞，手指头都快戳到我鼻尖了。我告诉你，别给脸不要！我闺女能看上你，是你走运。我们家可是正经人家，容不下你这种心肠坏的男人。旁边的柳如烟也急了，上来拉我胳膊。徐毅，别这样，我妈也是为咱俩好，你别生气，不就是一根杆子吗？我陪你还不行吗？咱别把事儿闹大了。他嘴上说赔，眼神里却全是怪我，好像我报警是多不讲理的事。我冷冷地把他的手甩开。为咱俩好，咱俩今天头一回见，就算得上咱俩了。还有，你妈是故意砸的，不是不小心弄坏的，这是2码事。我看着张秀琴那张气歪了的脸，声音一点温度都没有。你今天要么赔钱，要么进去，自己挑。进去！哈哈哈！张秀琴好像听见了天大的笑话。就为了一根破鱼竿，你当派出所是你家开的？小伙子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，少跟我来这套，我见多了。他一副什么也不怕的样子，叉着腰等着看我笑话。水库管理员和旁边几个钓鱼的也围过来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哎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至于报警吗？就是大老爷们脾气太冲了。秀琴也是，人家小伙的东西，你说你砸他干什么？议论声里，警车由远及近，2个警察从车上下来，表情严肃。谁报的警？怎么回事？我走过去，指着地上断了的杆子和张秀琴。警察同志，我报的警，他故意损毁我的私人物品，价值20万。警察看了一眼地上那根细杆子，又看了看张秀琴，眉头皱起来了。张秀琴马上换上一副受委屈的脸，抢着说：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给我评理，我是他今天相亲对象的妈，我看这小伙花钱大手大脚，想替他家里长辈管管他，别学坏了。他张嘴就说这破杆子20万，这不是讹人是什么？现在的年轻人为了钱什么事干不出来。柳如烟也在一边帮腔。是啊，警察同志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妈就是脾气急了点儿，我愿意赔偿，咱们私下解决就行。警察看向我，带着询问的眼神。先生，你确定这根鱼竿值20万吗？这可不是小钱，报假警要负责的。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手机，点开几个文件。这是这根杆子的日本官网页面，限量卖的，标价100万日元。这是我的刷卡记录和银行短信，换算过来是19万8600。这是过海关时候的报税单和交税证明，所有证据都有法律效力。现在我怀疑他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，请你们依法处理。我每说一句，张秀琴和柳如烟的脸就白一分。周围看热闹的人也倒吸凉气，议论声一下子变成了惊呼：嚯，好家伙，真20万啊！秀芳家这是踢到铁板上了。警察仔细核对了我的证据，表情立刻变得凝重。他给同事递了个眼色，然后转向脸像死灰一样的张秀琴。张秀琴是吧？根据法律第275条，故意毁坏别人财物，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。你损坏的东西价钱已经远远超过立案标准，属于数额巨大，请你跟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。
说完，警察拿出手铐，咔嗒一声，冰凉的手铐就扣在了张秀琴手腕上。张秀琴完全傻了，腿一软，差点坐地上。警察同志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它那么贵呀。到了派出所，张秀琴还在不停狡辩。我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这玩意儿值20万，我碰都不带碰的。警察同志，这男的就是个骗子，他故意做局坑我，哪有正常人拿20万的杆子去水库钓鱼的？他就是想讹我们家钱。负责记笔录的警察头也没抬，冷冷打断他：不知道不是借口，你是不是故意砸的？张秀琴卡壳了，脸憋得通红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：我是想教育他。那就是故意。至于价钱，人家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证据，我们也会找专业机构估价。如果结果和证据对得上，你的罪名就成立了。警察的声音像冰渣子一样砸在张秀琴心上，她浑身一抖，彻底蔫了。柳如烟在旁边急得转圈，又是给我倒水，又是说软话。徐先生，我妈她就是个乡下人，她没见识，她不是诚心的，求求你抬手放过她这回吧。钱我们赔20万，我们家砸锅卖铁也给你凑，只要你愿意签个谅解书，求求你了。他姿态放得特别低，就差给我跪下了。可我想到他之前和他妈一个德行，指责我瞎花钱的嘴脸，就觉得恶心。我端起面前的纸杯，喝了口水，看都没看他。我的沉默让柳如烟更慌了，她扑到他妈跟前，压低声音，又急又气：妈，你快跟人家道歉啊！你还发什么呆？你想进去吗？张秀琴这才如梦初醒，一张老脸皱成苦瓜，冲我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徐先生，对不住，傻一眼瞎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就是个粗人，我嘴欠，我手也欠，你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他说着，还真抬手给了自己俩嘴巴子，声儿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我还是没说话，不是我心狠，是我太清楚，这种人道歉纯粹是怕坐牢，没有半点真心。等事儿一过，他们只会更恨我，看我无动于衷。柳如烟急了，她掏出手机，我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赶紧送钱来。电话很快就通了。柳如烟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对着电话就哭诉起来：爸，你快来城西派出所，妈出事了，他把人家南方20万的鱼竿砸了，人家报警了，要是不赔钱不原谅，妈就要坐牢了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，然后爆出一阵粗嗓门的吼叫：什么20万的鱼竿？那个姓徐的王八蛋想钱想疯了吧？他这是敲诈！柳如烟，我告诉你，1分钱都不能给。你妈没错，砸得好，那种败家子就该收拾。声音老大，连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挑了挑眉，看来好戏还在后头。果然，不到半个钟头，一个戴大金链子、小光头、满背纹身的中年男人风风火火冲进了派出所。他就是柳如烟他爸柳霸天。柳霸天一进来，看都没看他老婆闺女，直接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鼻子就开骂：你就是那个徐毅教的玩意儿！我告诉你，想讹我们家钱没门！一根破杆子你要20万，你咋不去抢银行？我看你就是个专业骗子，专找老实人坑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别被他骗了，得好好查查他，说不定就是个诈骗犯。他嗓门特大，连比划带喊，唾沫星子乱飞，活像下一秒就要扑上来打我。整个派出所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，我被他吵得头疼，还没说话，做笔录的警察就猛拍桌子：安静，这是派出所，不是你家炕头，再嚷嚷，给你按妨碍公务处理，一块拘了。柳霸天被警察吼得一缩脖子，但气势一点没减，只是条门低了点，话更脏了：你给我等着，敢动我老婆，我让你在 A 市待不下去。柳如烟拽着他爸胳膊，满脸难看：爸，你少说2句吧，现在是求人家原谅，不是来吵架的。我呸！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只会烧钱的富二代，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。柳霸天狠狠瞪着我：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，我哥们可是市建委的副主任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家没好果子吃。他终于亮出了底牌，市建委副主任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原来这就是他们哼的底气。可惜他找错人了。柳霸天的威胁我一点没往心里去，甚至觉得有点好笑。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嚣张显得特别丑的脸，慢悠悠开口：哦，市建委副主任，官儿不小啊。那你现在就打吧，我等着，看他能让我怎么没好果子吃。我的反应显然让柳霸天没想到，他以为我会怕，会求饶，结果我非但不怕，还催他打。他愣了一下，接着恼羞成怒：你别狂，你以为我不敢打？他说着，真掏出手机拨了个号：喂，兄弟啊，你嫂子在城西派出所被人欺负了，
对，就是个小王八蛋，讹我们20万，还报警了。你快过来一趟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让他知道咱家不是好惹的。他开了免提，电话那头传来个不耐烦的男生：“哥，我开会呢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赔点钱不就完了？”赔钱？凭什么？明明是他先勾搭我闺女柳如烟，又做局害人。弟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柳霸天哭天抢地，演得跟真的似的。电话那头的男人安静了一下，好像有点不高兴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我让我秘书过去一趟，你们别把事情闹大，等我信儿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柳霸天收起手机，马上又恢复了那副的样子。他得意地看着我，下巴快翘到天上。听见没？我弟的秘书马上到。小子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赶紧签了谅解书，再给我们家赔个不是。今天这事就算拉倒，不然等会有你受的。张秀琴和柳如烟也像找到了靠山，腰杆都直了。张秀琴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说：“小伙子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们家也不是不讲理，只要你态度好点，赔钱的事都好说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柳如烟也换了副脸，不再是之前苦苦哀求的样子，反而带了点施舍的味道。徐毅，我妈说的对，你一个靠家里装阔的富二代，别为这点事儿把自己前途搭进去。听我一句劝，算了吧。这一家子变脸的速度简直比翻书还快。我看着他们那副丑陋的嘴脸，只觉得一阵反胃。我靠在椅背上，抱着胳膊，冷眼看他们表演。我说了，要么赔钱，要么坐牢。现在看来，你们是想选第3条，仗势欺人。哼，是又怎么样？柳霸天冷笑：“这社会靠的就是关系和门路。你一个没权没势的小子，拿什么跟我们比？”正说着，派出所门开了，一个戴金丝眼镜、打扮挺时髦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。她直接走向柳霸天：“柳哥，我是刘主任的秘书，姓蒋。”柳霸天一看到他，立刻像见了救星：“蒋秘书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快看看，就是这个男的，他欺负我们！”蒋秘书推了推眼镜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一丝审视和傲慢：“这位先生，我是市建委刘鼎天主任的秘书。关于你和柳先生的纠纷，刘主任的意思是希望你们以和为贵。张女士弄坏你东西确实不对，我们愿意代表她赔偿你5000块钱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你看怎么样？5000块赔我20万的杆子，我差点气笑了。这是打发要饭的呢。我还没说话，旁边的警察先听不下去了：“这位同志，你在开玩笑呢？人家财务损失初步估价就在20万左右，你们赔5000就想完事，这是不把法律放眼里。”蒋秘书脸色一沉，语气也硬了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只是传达刘主任的意思，大家以后难免打交道，没必要做太绝。这位先生还年轻，路还长，多交朋友总比多树敌好，对吧？”这已经不是暗示，是明着威胁了。柳霸天更得意了：“听见没？5000块，哎，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1分没有，还得罪我弟，你自己掂量。”柳家母女也满眼嘲笑地看着我，仿佛已经吃定了我。整个派出所气氛都变得有些压抑。办案的警察脸铁青，但好像也有点顾虑。我深吸口气，从包里拿出我的手机，在他们所有人注视下，我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。电话响了2声就通了，一个沉稳有力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喂，小易，怎么了？”我看着对面那一家子得意的嘴脸，对着电话，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：“妈，我这儿遇到点小麻烦，在城西派出所有个叫张秀琴的砸了我东西，她老公叫柳霸天，说他弟是市建委的刘鼎天，要让我没好果子吃。”电话那头安静了足足5秒，然后我妈的声音又响起来，平静但带着一股不容反驳的威严：“刘鼎天，我记住了。小易，你把电话给他们。”我站起来走到蒋秘书面前，把手机递给他。蒋秘书皱着眉，一脸不情愿地接过电话：“喂，哪位？”他刚问完，脸色唰一下就变了，从疑惑到震惊，再到惨白。他的额头上瞬间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，握着电话的手都在微微发抖。他不停点头哈腰，对着电话连说：“是。”我明白，我马上处理。短短1分钟通话，蒋秘书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。他挂掉电话，双手抖着把手机还我，腰弯得快90度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徐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仗人势，求您大人大量，饶我这次吧。”这戏剧性的反转把所有人都看呆了，尤其是柳霸天一家，脸上得意的笑僵在嘴角，变成了不敢相信的惊恐。蒋秘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妈是谁呀？柳霸天结巴着问。蒋秘书像看傻子一样看他，猛地抽了自己一耳光。我是白痴，我才是白痴。刘鼎天算个屁，他给徐董提鞋都不配。他哭丧着脸，几乎要跪下了。徐先生，
刘主任他马上到，马上就到，求您再给次机会。刘顶天来得比蒋秘书说的还快，不到10分钟，一辆黑色奥迪 A6就火急火燎地停在了派出所门口。车门一开，一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连滚带爬冲进来。他一眼看到弯腰的蒋秘书和我，脸惨白，汗把头发都打湿了，一绺一绺贴在头皮上，看着特别狼狈。他就是柳霸天嘴里那个官威大的弟弟刘顶天。刘顶天冲过来，二话不说，先狠狠踹了蒋秘书屁股一脚。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在这儿给我惹事儿的？然后他转身对着柳霸天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啪！清脆的响声在派出所里回荡。柳霸天被打懵了，捂着脸，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弟弟。弟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，我恨不得打死你！刘顶天气得浑身哆嗦，指着他鼻子骂：“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？你想死别拖上我！”骂完柳霸天，他又转向张秀琴和柳如烟，一人给了一脚。还有你们两个蠢货，一家子没一个长脑子的，我今天要被你们这群蠢猪害死了！发泄完，刘顶天这才转过身，对着我扑通一声，直挺挺跪下了。这个举动让整个派出所瞬间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。徐先生，是我没管好，是我跟我嫂子眼瞎，冲撞了你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求您看在徐董面子上，饶我们这回吧。他说着，真的开始砰砰砰地磕起了响头。这下柳家三口再蠢，也明白自己惹到什么样的人了。柳霸天的脸由红变白，由白变青，最后没了血色。他哆嗦着嘴皮子，看着我，眼神充满恐惧。你是徐董？我冷冷看着跪地上的刘顶天，没让他起来的意思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不是挺横吗？不敢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刘顶天磕头更使劲了。徐先生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个屁，您把我当屁放了吧。办案的警察也看呆了，他们大概也猜到我身份不一般，但没想到是能让市建委副主任下跪求饶的主。张秀琴和柳如烟母女俩腿早就软了，跟着刘顶天一起跪下，对着我拼命磕头。徐先生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我们不是人，我们赔钱，马上赔钱，求您放过我们吧。柳霸天也终于反应过来，扑过来想抱我腿，被我嫌恶的躲开了。他只好也跪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嚎：“徐先生，是我，你打我也行，骂我也行，求求你别跟徐董说，放我弟弟一马吧。”整个派出所里全是他们一家鬼哭狼嚎的求饶声，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我厌烦地皱皱眉，闭嘴！哭声立马停了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我。我走到办案警察面前，态度平和：“警察同志，麻烦你们了，这事儿我坚持走法律程序。他故意损坏我财物，证据确凿。至于那个刘主任，涉嫌滥用职权，威胁他人，我想纪委的同志会对他感兴趣。”我的话就是给他们最后的判决。刘顶天浑身一软，瘫倒在地，面如死灰。柳家三口抖得像筛糠，柳霸天眼一翻，直接吓晕了。警察点点头，表情严肃：“徐先生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一定依法办事，绝不姑息。”我没再看那群人一眼，转身出了派出所。外面天黑了，路灯亮了，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幻影静静停在路边。司机老李看我出来，马上下车给我开门。少爷，董事长让您直接回家。我坐进车里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一场荒唐的相亲总算完了。回到家，我妈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财经新闻。她穿着一身居家的丝绸睡袍，戴着老花镜，看起来和普通的小老太太没什么两样。但只有我知道，这个看着温和的小老太太是跺跺脚能让整个 A 市商界抖三抖的徐氏集团董事长徐佩兰。回来了。她摘下眼镜看向我，事儿都解决了。我点点头，在她旁边坐下。解决了。一群跳梁小丑而已，不知当您费心。再小的丑蹦到你面前，也得把他腿敲断。我妈语气平淡，但内容却不容置疑。那个刘顶天，我已经让纪委的人去查了，他屁股不干净，这就够他喝一壶。至于那一家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我不会插手，但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司法公正。我嗯了一声，头靠在他肩上。妈，谢谢你。臭小子，跟妈客气什么？他拍拍我的手。倒是你，怎么会去跟那种人家相亲？给你介绍人的那个张阿姨，我明天就让管家把她辞了。我摇摇头，不怪张阿姨，是我自己想去的。我妈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我叹了口气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她解释了一遍。介绍相亲的张阿姨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，后来拆迁没了联系。前阵子她不知从哪儿弄到我电话，特别热情，非要给我介绍对象。她说柳如烟家虽然不富，但父母通情达理。柳如烟本人也是温柔上进，我本来没多在意，但后来无意中查了下柳如烟家的公司，发现她爸妈那个小建筑公司最近资金链出现了很大问题，欠了不少债，处于破产的边缘。
而他们公司最大债主之一，刚好是我们徐氏集团下边一个子公司。我当时就觉得这场相亲怕是不简单，所以抱着看戏心态答应了见面。只是没想到他们一家子表演会这么拙劣又这么精彩。哼，他们大概是从张阿姨那儿知道咱家有点小钱，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，所以想让你娶她闺女，用彩礼或者说用咱徐家的钱去填他们家窟窿。我妈一句话说中要害，大概是吧。我撇撇嘴，可惜算盘打错了。哼，这种人就是典型的穷山恶水出刁民。我妈冷哼一声，眼界和格局决定了他们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了。她说完话头一转，不过那根加玛卡兹的杆子，我记得是你爸留给你最喜欢的东西之一，就这么断了，不心疼？提到我爸，我心里一酸。我爸生前最爱钓鱼，他说钓鱼能让心静。这根杆子是我20岁生日时，他特意从日本给我定制的，说是希望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风浪，都能像钓鱼一样坐得稳，不慌不忙。我摇摇头，笑了笑。东西是死的，回忆是活的。爸留给我最重要的不是这根杆子，是他教我的礼。我摇摇头，笑了笑。再说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回头我再订根更贵的。我妈欣慰地笑了。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真的长大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听到了柳家后面的消息，刘顶天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被正式立案调查。他这些年靠职权捞的油水全得吐出来，下半辈子估计得在牢里度过了。没了最大靠山，柳家的建筑公司第二天就宣告破产清算。而张秀琴因为故意毁坏财物罪，数额巨大，又没拿到我的谅解，被判了2年6个月。柳如烟和柳霸天卖了房子，东拼西凑，把20万打到了我账上。听说他们现在租住在一个阴暗地下室里。柳霸天受不了打击，精神有点不正常了，整天在家骂骂咧咧。那个自作聪明的蒋秘书，因为涉嫌协同犯罪，也被单位开了，前途尽毁。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。1个月后，我约了几个朋友去了马尔代夫，我们包了座私人小岛，碧海蓝天，椰林树影，水清沙白。我躺在沙滩椅上，喝着冰镇的椰子汁，看着远处海天连成一片，心情特别舒坦。喏，你的新宝贝到了。这是根通体漆黑的杆子，杆身上用碎钻镶了条活灵活现的龙，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。这是我妈动用人脉，请意大利国宝级珠宝匠和日本顶级质感大师一起做的，独一无二。论价钱，是之前那根伽马卡兹的10倍还多。朋友在我旁边坐下，碰了碰我杯子，我接过杆子，熟练地装上线组，挂上鱼饵，用力一甩，鱼线在空中划出漂亮弧线，远远落进蓝色大海里。还在想之前那档的破事儿？我摇摇头，笑了。早忘了，为那种人生气不值当。是的，不值当。就像我爸说的，人生就像钓鱼，总会碰到些小鱼小虾捣乱，甚至可能扯断你的鱼线，但你的目标永远是深海里那条真正的大鱼。你要做的就是换副更结实的线，重新甩竿，然后安静等着浮漂动了。我眼神一凝，猛地扬竿，一股大力从竿梢传来，我能感觉到水下是个大家伙。我深吸口气，不急不躁，慢慢收线遛鱼，手里的钻石鱼竿韧性十足，把水下那股巨力轻松化解。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今天又是一个钓鱼的好天气。至于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，早就被我扔进了身后垃圾桶里，连那张20万的赔偿支票一块儿，我嫌脏。马尔代夫的假期还没完，我妈电话就打来了。她很少白天打扰我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小易，有件事跟你说。我妈语气平静。柳霸天就是柳如烟他爸，今天去集团总部大楼闹事，被保安拦下了，人已经送精神病院。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。我拿着椰子汁的手顿了顿。那柳如烟呢？她不见了。我妈声音沉了点。警察那边查了她通话和消费记录，她好像在打听你的行程。朋友看我脸色不对，关心地问：咋了？我放下杯子，站起来，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，海风吹起我头发，咸湿的空气里，我闻到一丝熟悉的腐烂的臭味。没什么。我对着电话那头的我妈说：妈，帮我准备下，我该回去了。别回来。我妈语气不容商量。剩下的事我来处理，他碰不到你一根头发。不，我打断他，有些垃圾得亲手扔掉才算干净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让朋友安排返程。他很不理解，你疯了？这不就是个不要命的吗？你回去不是当靶子？我看着他笑了笑。你觉得一条被拔了牙的疯狗还能咬死人吗？3天后，我出现在 A 市，我没回家，而是直接开车去了城郊那个水库。深秋的下午，水库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水面泛着萧瑟的冷光。我刚下车就看到了他柳如烟，他就坐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吊位上，整个人瘦脱了形，眼窝深陷，像一具被抽干了灵魂的行尸走肉。
他看到我并不意外，只是慢慢站起来。你还是来了。他的声音沙哑的像是砂纸在摩擦。我来拿回我的东西。我平静的看着他，他突然疯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。你的东西，徐毅，我妈在坐牢，我爸疯了，我们家的一切都没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没说话，只是冷漠地看着他。他笑声猛地停住，眼神变得怨毒疯狂。都是因为你，因为那根破杆子，你毁了我们全家，你凭什么还能好好站在这儿？他从身后猛地掏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刀，朝我冲过来。哼，我要你偿命！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就在刀尖离我不到1米的时候，两道黑影从我身后车里闪电般窜出，一左一右像两只铁钳，瞬间就把柳如烟死死按在地上，刀哐当掉地上。柳如烟还在拼命挣扎，像条离了水的鱼，徒劳地扭动身体，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嘶吼。哈哈哈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，杀了这畜生！我慢慢走到他面前，蹲下捡起那把刀，是把很普通的水果刀，廉价粗糙。我看着那张被仇恨扭曲的脸，轻轻开口：你搞错了一件事儿，毁掉你们的不是我的鱼竿，是你们自己喂不饱的贪心和蠢到骨子里的傲慢。我把那把水果刀随手扔进水库，水面荡开一圈波纹，很快又归于平静。我站起来，不再看他一眼，转身走向我的车，身后警笛声由远及近。这个秋天终于彻底干净了。